作为美国的第50个州，夏威夷在被美国吞并之前，并不仅仅只是一片无人认领的土地，更不是什么旅游胜地。相反，直到1778年，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詹姆斯·库克为了躲避风浪，登上了夏威夷的瓦胡岛，这才发现了夏威夷群岛的存在。不过，由于跟岛上的原住民发生了冲突，英明一世的库克船长被岛上热情的原住民波利尼西亚人永远留在了夏威夷海滩。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库克船长的死亡消息未能及时传回英国皇家海军，还是受限于当时的航海科技水平不足，或者说英国政府当时还在忙着其他事情，比如美国独立战争啥的，无暇顾及。继库克船长之后，登陆夏威夷群岛的船队并非英国皇家海军，而是民间商船，从而给了波利尼西亚人接触新思想、新事物，摆脱原始社会形态的时间。以至于在1843年，英国政府公开宣称英国拥有夏威夷的主权之前，夏威夷酋长卡美哈梅哈一世早就在1810年抢先一步统一了夏威夷群岛，建立了独裁政权卡米哈米哈王朝。这也就意味着之后不管是哪个国家对外宣称拥有夏威夷主权，只要卡米哈米哈王朝不愿意，就都是不合法的。那么美国又是如何合法吞并夏威夷的呢？别说是什么全民公决的意愿，美国独立的时间并不比卡米哈米哈王朝早多少。就连英法这些老牌殖民列强对外宣称拥有夏威夷主权，人家都不愿意，平白无故，凭啥对后来者美国俯首称臣？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吞并夏威夷的手段跟英法等老牌列强不一样，他并没有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和强权去殖民夏威夷，而是采用了更隐蔽、间接的新殖民主义手段，利用经济、文化、政治去慢慢渗透、腐蚀，最终的目的是控制，而不是威胁。若非必要，通常不会使用军事手段。总的来说，美国吞并夏威夷的全过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靠的是经济和文化入侵。1810年，卡米哈梅哈一世建立夏威夷王国，作为一个独裁政权，虽说完成了统一，可是并未受到所有人的支持。以卡普教祭司为首的旧有原始宗教势力一直都不认同国王的专权，时不时就会发起一波反抗活动。一直到1819年，卡米哈梅哈二世继承国王大统，这个新国王的手段可比老国王要强势得多。上任的第一把火就致力于解决旧有教权和王权的矛盾，下令捣毁全国卡普教神像，废除卡普教教规，一副不彻底铲除卡普教势力就誓不罢休的样子。美国当局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派遣大量传教士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圣经趁虚而入，四处办学校、开医院、传福音，拉拢人心。截至1853年，夏威夷基督徒的比例已经高达30%。与此同时，大量美国资本涌入夏威夷，用工业产品和西方奢侈品去交换夏威夷的皮毛、檀香木等名贵资源。资源不够，就用土地来换。初出茅庐的夏威夷王国哪里懂得这些套路呀？大量土地落入美国资本手中。很快，夏威夷的土地上就布满了美国的种植园，开始利用夏威夷独特的自然环境种植蔗糖和烟草。一来可以反哺美国，二来也进一步加速了美国对夏威夷经济的干预和掌控。俗话说得好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夏威夷王国的经济文化领域已经被美国深度渗透，有了这2个领域的影响力，美国也顺势展开了吞并夏威夷王国的第2个阶段，政治干预。截止卡米哈梅哈3世在位，已经有大量美国白人在资本的支持下担任夏威夷王国政府要职，剩下的就是想方设法让夏威夷国王改变立场。比如原来的国王不是想要独立吗？那么接下来就得想办法让夏威夷国王亲美。不愿意也不要紧，这一代国王不行，还有下一代，没有什么能比王室继承权更有吸引力了。毕竟不管怎么说，夏威夷王室子嗣不可能永远都是一脉单传呀。那么这些王子公主啥的，不可避免就会面临王室继承权的冲突。想要继承王位，总得拉拢一批支持自己的势力呀。这就给了美国当局很大的操作空间。1874年，机会来了，夏威夷国王鲁纳利侯驾崩。虽然王子只有一个，但是还有一个前皇后艾玛同样拥有继承权，这就意味着王位竞争存在矛盾。果不其然，卡拉卡瓦王子继承王位以后艾玛皇后不愿意了，在英国的支持下发起了暴动。卡拉卡瓦一看阵势有点招架不住，当即就联系了停泊在夏威夷港口的美国军舰，美国大兵也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夏威夷，进一步加深对夏威夷政治局势的掌控。之后到了1875年，美夏互惠条约签订以后单凭一个关税优惠，英法等其他列强的势力就被直接撵出了夏威夷，夏威夷也自此成了美国独享的势力范围。这么一来，也就意味着美国已经对夏威夷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军事有了绝对的控制权。夏威夷王国主权名存实亡，剩下的也就是搞定夏威夷原住民的问题，或者说已经到了完全吞并夏威夷的第3阶段，将夏威夷彻底并入美国领土。这一步说难也难，毕竟不管美国吞并夏威夷的手段再怎么合法，干预夏威夷王国政治造成夏威夷主权丢失的事实却是违法行为。肯定不可能获得全部夏威夷原住民的支持。比如夏威夷王国末代女王利留卡拉尼女王，
这就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女王呀。她看透了美国想要吞并夏威夷的狼子野心，自1891年登基后就开始四处张罗，决定反击，想要恢复夏威夷王国的王权，把夏威夷从美国手里抢回来。但这时候的夏威夷早就在美国多年温水煮青蛙的渗透下千疮百孔，各项权力基本都落在了美国富商手中，女王手中的实际权力并不多呀。而且凭借这些富商的美国公民身份，美国当局也完全有理由挂羊头卖狗肉，借保护富商以及美国财产的理由派兵登陆夏威夷全岛，镇压女王的反击。先不说女王自身的军事实力能不能打得过，光是美国登陆行为完全合法这一点就让女王没办法反击，反击就是对美国宣战，这份后果女王可承担不起啊。夏威夷王国彻底沦陷，也就此成了美国的傀儡政权——夏威夷共和国。夏威夷群岛原住民的抗议就更简单了，只需要制定一些相关条款，给予岛上群众一点点经济、文化上的补贴优惠啥的，就足以压制相当一部分原住民的抗议。更何况美国当局本身就已经掌控了夏威夷的文化和经济命脉，这些补贴说白了还是夏威夷民众自身的劳动剩余价值，提前预支一下而已，收获夏威夷民众认同的同时却根本不会损失什么。结果正如大家所见嘛，1959年美国当局在夏威夷搞什么独立公决，可最后的公投结果却是夏威夷不独立，高票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夏威夷那些原住民就这么喜滋滋的把自己给卖了。我是大木，关注我你不亏，我们下期再会。